大家好，个人感觉中网台的中华文化圈氛围塑造了大量不同气质的女性，但当女人们如果都在一个方面拥有了开合自如、举足轻重的绝对话语权后，那么自己的气场就可以半开甚至全开，就能让身边的男人们敬畏有之，无奈有之，进一步就能保证让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更包括自己的心情都能尽在掌握中，而不是交给眼泪或者恐慌。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吧，在2021年6月5号，脑门上总是贴着幸福家庭和幸福主妇字样的名媛贵妇徐熙媛，突然间爆出了一个大瓜，那就是她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跟整整10年的婚姻说拜拜了。而离婚的原因有点狗血和匪夷所思，那就是方小飞酒后胡言乱语、胡说八道，以至于和这个同样属于脾气不好的大 S 互怼半天，愤怒收场。最后搞到冲天一怒的徐熙媛干脆抄起了最霸气的武器来解决最后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回旋余地的闹离婚了。当然，最终结果如何呢？剧情的发展瞬间又从幕前跑到了幕后，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这反而给广大吃瓜的女性朋友们提了个醒，也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您愿意处在主动的角色还是被动的角色呢？徐熙媛的闹离婚跟赵丽颖的已离婚，这一前一后相差了1个多月，但情形却有一点点的雷同。一都是豪门的对话，二都是男方的噪音，三都闪烁着离婚的字眼。在这里，无论您喜欢赵丽颖还是喜欢徐熙媛，都不妨为他们大力点个赞，为这些敢对豪门说不的女中豪杰喝个彩。女人通常都有个非常难听的代名词，就是男人的附属品，这是属于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然而到了现今的社会，却依旧横亘于不少大男人深层的思想意识当中，包括著名的渣男陈思诚就是这么一个妥妥的渣男典范和负面教材。所幸时代在进步，女权在兴起。这不，2020年4月23号，周扬青发文揭露罗志祥丑陋的一面，并选择了分手。跟着刚好1年后，也就是2021年的4月23号，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正式结束2年半的短暂的婚姻。赵丽颖和周扬青虽然同样都是感情的受害者，但受伤的程度却大不一样。因为周扬青和罗志祥只是情侣关系而已，所以分手后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而赵丽颖就不同了，她还有一个2岁的孩子，所以注定这辈子必然会和冯绍峰保持一种剪不断的关系。而赵丽颖跟1个多月后一怒之下闹离婚的徐熙媛也大不相同，因为徐熙媛已经走过了10年的婚姻道路，而且还拥有2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所表现出来的绝不忍气吞声、绝不退让半分的离婚态度，对比起赵丽颖简直夸张到了任性和绝情的地步。这种绝不拖泥带水、婚姻全在掌控的完全是一家之主的豪横态度，妥妥属于女主外的霸气全开。相比赵丽颖，或许不少人依旧记得她也说过类似的霸气十足的话。曾几何时，赵丽颖也在节目中公开表态，并隔空提醒自己的男人，如果对婚姻不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说，如果发现自己的老公对自己不忠诚，在外面沾花惹草，我会和他立刻分手，没有任何余地，也许还会喜欢，但是绝对不会再信任。有意思的是，霸气十足的提醒却是霸气半开的收场，完全没有出现徐熙媛那种老娘不爽爆头最爽的冲动劲儿。这就是赵丽颖的特色所在了，也就是话留3分软，事留5分满，人留7分暖。有情有义的赵小刀虽然做人明明白白，说话坦坦荡荡，但真是到了覆水难收的时候，他依旧会继续维护彼此的颜面，留下最后的温暖。2020年12月30号，
赵丽颖发的微博中，就可以看出，其实她在昭告世界，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危机和裂痕。因为在旧的一年翻篇，新的一年伊始的美好时刻，她居然发出了一张流泪的照片，而且眼神中还充满了斗志的那种。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照片呢？采用这种方式告别多事的2020年呢？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果了。2021年1月9号，赵丽颖就大江大河中程开颜的话题，发表了自己清晰无误的态度和铿锵有力的高见。在这个程开颜我早就配不上你了的话题接龙中，他说过不下去就不要过。那时候他说这话明显就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吃瓜群众当时如果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那就真的是白吃瓜了。2021年2月8号，赵丽颖更新自己的动态，配了一张自己在乡间小路上大步向前走的图片，并且配文说每天前进一小步，让自己幸福。也许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和冯绍峰谈妥了离婚的大致事项，所以心情放松了，他也就解脱了，释然了。2021年3月21号，也就是官宣离婚的前1个月，赵丽颖又发布了一张图片，图片中有3只小兔子，而且兔子上面有8个大字：可爱、努力、自律、有趣。从这几个字大致也可以看出来了，赵丽颖已经规划好了属于自己的独自的未来。虽然她一直都属于这8个字的浓缩人生，但毕竟小3年里她都有人陪伴。然而从下个月起，她就必须重新适应由2个人互相鞭策的可爱、努力、自律、有趣的生活，转换成1个人的孤身上路了。2021年4月15号，也就是在赵丽颖官宣离婚的8天前，她为自己的新作品《幸福到万家》做宣传，配上了这么一段文字，那就是努力拼搏，活出自我，就是我的幸福。这就是赵丽颖在为自己加油的前奏。当一个人重新出发的时候，一定会为自己的爱车加满了油，一定会为自己鼓足了劲儿。自己的幸福有时真的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自己的幸福交给了别人，就永永远远的失去了自己，失去了重新出发的勇气和斗志，同样失去了未来的风景和方向。赵丽颖不是徐熙媛，却胜似徐熙媛。她没有把自己的霸气全开，因为善良的她想着更多的成全。最后重点来了，无论周扬青、徐熙媛还是赵丽颖，他们是如何让自己始终站在了积极主动的地位，而不是女性通常弱势被动的地位呢？很简单，就是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以及能力上的不假于人。好玩的是，徐熙媛闹离婚的时候，吃瓜群众大都以为搞错了，离婚这2个字明明应该是纨绔子弟汪小菲这个大男人提出来的。因为纵观整个娱乐圈，但凡嫁入豪门的女明星，基本上个个都在婚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原因就是自己已经沦为了妥妥的豪门的附属品，或者说男人的附属品。这次爆出的大瓜，不仅是大 S 率先提出，而且事后连汪小菲都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这样全开的霸气，也是让全天下的女人们都开了眼界。不仅看到了豪门的尴尬，也看到了人生那种变化万千的可能性。虽然话题女王徐熙媛很多时候其实也都不被人待见，因为她太过张扬，但她的经济独立让豪门婚姻当中的她一点都不弱势，反而是拥有了绝对的主动权。婚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依偎，不应该是廉价的赠品或者附属品。特别是在豪门夜宴中，女主人就是女主人，而不是丫头片子。当男主人甚至男主人的妈妈要女主人去做丫头片子的时候，请这个女主人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中有没有一个叫做经济独立的选项。如果有，请像无所顾忌的徐熙媛一样霸气全开，或者像掌握分寸的赵丽颖一样
霸气半开。自己的人生真的需要自己开挂，您说对不？赵丽颖一个人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她需要您，需要他一起来扶持，一起来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她，点赞她，鼓励她，支持她。同样，对我而言，您的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也都是我不断探索话题的动力，也都是我天天胡思乱想的源泉。多谢您的时间和鼓励。